今天我们要去弄摩托车。我买了一个后减震，还有一个前减震的弹簧，准备去把它更换上。其实很多小的部件啊，自己可以做，但是像这个后减震还有前减震弹簧，包括换油，我缺少的工具实在太多了，所以只能去找一个专门去做减震的，也不是专门去做减震，但是他对这种越野车比较熟悉的店。在清迈其实做这种越野车还是挺多的啊，因为清迈毕竟是另一个越野天堂嘛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方了啊，然后这地方没有门头，没有门头，但是它在哪儿呢？它在这个本田的官方的在清迈的安全驾驶培训中心的对面，正对面 MX Motor Shop。然后呢，它这是专门弄这些越野车啊，有好多这种车的地方啊。然后你看有很多这种像。我前面现在放了一辆全新的这个车，也是人家就把这车直接就给人扔过来了，扔在这个地方了。它这边地方不大，但是能干的事情比较多。它这边呢，不光是能更换减震啊，它其实改装还是比较精细的啊。它减震呢可以做这种调整、阻尼重置，比如说是把这种减震里的阻尼片，通过阻尼片的调整和更换里边的一些小配件来改变减震的阻尼，来满足这些越野车的使用。所以呢，我这次虽然是更换的，但是我也想来他这儿，让他给我弄就好了。这个地方呢，看起来不是那种非常专业的、非常豪华装修的那种地儿，就像一个小地摊一样。但是就是来的人其实挺多的。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上面奖杯都是什么，我后边有一堆奖杯。好吧，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正题，来看看我要更换的东西是什么。第一呢是后减震，后减震呢我是找了一根 YSS 的后减震，然后是可以调回弹阻尼和预载的，但是不能调下压阻尼，因为它毕竟没有那个罐子。但是这就是我的宗旨，便宜实惠好用。因为这根减震是收的二手的，全新的价格在12000多铢到14000，我记不住了，反正1万出点头的泰铢。那现在我这根减震呢，其实可能连一半都没用了啊，就把它收到了，而且装车只有几百公里，完全就几乎没有什么磨损。可以看一下这儿，就是这个螺丝孔这儿，如果装车很久的是有磨损的，但是它现在其实是没有什么磨损的。而且在 YSS 的官网是可以查到它的保修，也是从今年大概3、4月份吧开始的啊。我那时候就买过来了，但是一直没装，所以几乎是全新的，捡了个漏。后减震呢用了 YSS， 前减震呢用的减震弹簧。用的欧林斯。那为什么前减震用欧林斯了呢？因为还是便宜，因为它这欧林斯里边呢一套有3根弹簧，有3种不同的磅数，还有一对减震的上盖，加上减震底下的一个预载块。所以呢，就是它有3个不同的磅数，我可以选择我使用的磅数，剩下2个呢一转让出去呢，结合下来呢，这根减震弹簧就非常的便宜了。大概价格这一套是5000多泰铢。5000多，但是我把2根弹簧卖出去，可能最终可能合到2000泰铢左右，非常便宜。就是在改这个后减震之前，它减震就是你可以看这个很弹跳，一会儿它装完了之后再对比一下。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把这个 V5 和我的车放一起，就看到了我的后脚踏其实用的就是本田 V5 的原装后脚踏总成改的乘客脚踏。就是你在这儿等的过程中，你就看经常就是一个姿态，一个皮卡车拉着一台越野摩托车，这是他们自己的后减震，算是把原厂的后减震可以加一个阻尼调节的减震芯儿，他们会把原厂的减震然后改装成可以调的。就刚才有一辆车上装的，这辆车上装的其实就是后减震，就是那个减震芯儿。也就是说，其实在清迈或者说在泰国有好多并不更换原厂的减震，而是把减震去做改装。当然特别有钱的肯定选择那种欧林斯那种带罐的，但是选择完了那个减震调整又是一个非常费功夫的事情。但是在这儿呢，其实它就是根据你的需求帮你改装好这个减震。这是刚才卸车的那辆车，它上面这个减震就是原厂的减震，但是底座
和减震芯更换成这个东西，然后就有了阻尼调节。这辆刚才放在这儿的灰车其实也是来调整减震的，前减震已经拆了，在里边去调，然后后减震呢，它不是已经把这个阻尼芯准备好了，就是这个阻尼芯。它现在回弹就是非常慢的这种效果，然后调整一下。啊，这个回弹速度就比刚才快多了。看见几只高速溜达机，刚才这辆车已经被改完了，很快的时间就改完了，然后现在就该我的车上架子了。我这套欧林斯的减震，它有2个这个减震的上盖，挺好看的啊，有2个，但是没什么用，就是这个上盖能放气儿。然后底下这个是就算是预载块，然后说明书啊、保修卡呀、这些东西。这是3个不同磅数的弹簧啊，从75公斤、85公斤啊、90公斤、95公斤啊，3种不同的。但是最精华的其实是这个啊，欧林斯最牛逼的就是标，他可能真是操作的特别熟悉了，3、2下就拆下来了。拆这个减震，哥们儿没有用1分钟，1分钟之内拆下来的。是原厂的，还有 YSS 这2个去做对比较一下。在改我那车的时候呢，我发现老板在我旁边把刚才改减震那辆灰色的车呢，整了一套排气。其实 CRF 300这个车呢，落地一般就是减震排气啊，其他的一些就再单说。但是我呢跟别人不一样，我嫌这排气稍微有点吵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换排气。我也没想好到底要搞什么样的排气，所以排气就一直没弄。减震啊，肯定是得弄。这2根拆下来的减震先放在这里等待手术。但是 CRF 300呢，前减震有1根是有预载的，1根是阻尼，所以只需要更换1个减震里边的弹簧啊，另外是阻尼，另外的阻尼是需要调整，而不需要更换。这个上面写着300 Rally 啊，300 Rally， 它的位置会高一点，不代表只是 Rally 能用。但是这个呢，就是写 L， 它会低一点。我一句话的功夫，哥们儿都已经拆上了。这里边应该就是个卡子，它需要用这种方式把这个卡子取出来。虽然它这边的就是看起来没有那么豪华装修的感觉，但是所有的设备还是够用的，不是那种看起来很高级的，有很多做减震的，就有几个池子专门洗减震的、清洗的这些东西。但是它这儿，我觉得应有具有啊，加上原厂的减震，就原厂的那个座加上弹簧和右边的这个是欧林斯加上座，还是会比原厂的高出一点点。其实欧林斯呢是建议使用他自己的油，但是他们这边呢就是全都是用模特的啊，我觉得也是模特的就可以。这个东西其实不在于什么品牌，而是标号啊，标号最重要。当然，不同品牌的油肯定是有区别的。
他说有一种方式可以把避震加长，就是中间加一个这个东西。他的意思是，这个加高了之后会比原来高一点啊，根据加高块的不同，比如加1.5寸呢，还是加多少的，就是这个东西。但是我感觉它不会大幅度加行程，只是增加它的静态高度它不会增加行程，只是增加就是原始的那个高度对不对 ？Compression rebound。小哥是一边干活还得一边给我普及知识，告诉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啊，那个是怎么回事。弄不明白了呢，就拿一个刚才那个阻尼棒的道具跟我说这是怎么回事，非常形象的给我演示它到底这个是怎么调整的，怎么做的，要做什么东西啊。现在这一步呢，就是要拆掉阻尼棒来调整里边的阻尼。就是要调整这个东西就比如说增加一片减少一片，但是具体怎么弄我不知道啊，但是就是要调这个东西，然后来改变阻尼。以前有个东西是打不开的，必须得给它嘎一下才能下来。拆下来的一堆零件，这里边实在太热了。刚才小哥问我是不是要做大飞大跳，我说我是去一些简单的路面，简单玩玩，不会飞得特别高。然后呢，他会根据我的需求来调整阻尼片，来改变这些阻尼片的位置、顺序以及可能是数量都有关系啊。就是在没有换那种可以调整的阻尼芯之前，就是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来改变这个简单的阻尼，甚至可以说你不换弹簧改变阻尼也是有改善效果的。泰国很多朋友都是这种直接去改变阻尼，做阻尼重置，来改变这个减震的效果。其实单独换弹簧或者单独改阻尼可能都不是最理想的。换了弹簧改了阻尼，离真正的高级减震可能就差这么一点了。做完阻尼重置，换完弹簧，就把2根减震准备装车了，快完事儿了。好热呀，这。它可以调整回弹的速度、回弹的阻尼这样就慢一点。OK。我没有在那边过多的路试，只是简单的调整了一下。但是刚才我骑回来的时候我感觉是满足我自己的需求的，但是没有经过深度的 off-road 测试，还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。但是如果不合适呢，我就再继续调整一些阻尼或者是这些东西，也没有太多的可调的也就后减震可以调预载，调回弹阻尼，没法调下压阻尼。前减震呢，基本上就是这样了。前减震的改变呢，比较大的一点就是刹车不点头了当然急刹肯定会有减震下沉，但是以前的原厂状态是只要一点刹车就点头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症状了没有一点刹车就点头这种症状了。所以，那我们期待后边的 off-road 的测试吧。过2天我要去试一下。